病人肾衰竭引发了多器官感染，已经病危了，这是病危通知书。医生，我签。钱的事情，我来想办法。7天，最多7天，不管多少钱，只要能脱手，我都卖。哎，好的，我这就去办。房子怎么样了？大姐，客户那边谈好了，要求170万成交。好，我卖。喂，若兰啊，婉晴这病能不能治好还不一定，你这房子说卖就卖了，往后你们一家人住哪儿啊？妈，人在，就什么都在。说了，别劝我，让我哭完，明天还得去医院盯着婉晴的治疗，我不能倒下。说了。或许是大嫂的诚意感动了上天，我命大，在鬼门关前挣扎了65天，终于捡回了一条命。大嫂，哭什么呀？人好好的比什么都强。我这是瘦了好，正好省件新衣服，还能多吃2碗饭呢。婉柔，你怎么来了？气色好多了吗？看来命是真硬，这么重的病都能熬过来。行了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，直说了吧，我要结婚了。好事啊，跟谁啊？钱浩宇，就之前我跟你说过相亲认识的那个，彩礼给的多，就是男方家说了婚房他们出，但要写他们家的名字，妈不同意，说女方这边也得有一套，不然以后没保障。妈看中了一套在城东翡翠湾143平，总价320万，首付3%， 96万，妈那边能拿40万，加上我这几年攒的16万，姐时差190万。唉，姐，你一定得帮我补上。多少？100、900万？对，你不是之前在公司有分红什么的吗？再说嫂子之前不是卖了房，那170万，那170万是我救命时的钱。我知道啊，但你现在不是好了吗？好了就得往前看嘛。妈说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你和大哥大嫂商量商量，总能想到办法的。苏婉柔这句话说完，我盯着她看了许久，打扮很漂亮，甚至做了美甲。在我躺在病床上数天花板裂缝的那65天里，她过得很好。小柔，这个钱我没有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我刚出院1个月，积蓄早花光了。大嫂卖房的170中安进了医院，你让我拿什么给你？姐，我知道你之前在盛恒那边做过项目经理，你年薪多少我大概清楚。我生病之后辞职了。那你之前存的呢？治病花掉了。全部？全部，不够的部分大嫂卖了房补的。那你跟大嫂借啊。你说什么？大嫂不是卖了房吗？那么多钱，就算你治病花了不少，但总不至于一分不剩吧？医保报了一部分，保险报了一部分，还有 ICU 的费用大部分不在医保范围内，你不知道吗？65天，每天2万3，光 ICU 就烧了将近150万，后续靶向药、康复治疗、复查，那170万不但用光了，大哥大嫂还欠了30万。他们现在租房住40平米，一室一厅，你让我找他们借钱，那分期呢？你们可以慢慢还嘛。你说什么？小柔，你姐刚大病初愈，你哥还在工地上拼命还债。嫂子，我跟我姐说话呢。姐，你别怪我说话直，我这也是没办法了。钱浩宇家条件好，这门亲事要是成了，对咱们整个苏家都好。妈说，妈让你来的。妈知道我来，妈让她来和妈知道她来其实是两回事。但我看着苏婉柔的眼神，忽然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区别。在这个家里，妈什么时候拒绝过苏婉柔？姐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先给我个准话，到底能不能帮，能帮多少，我好回去跟妈和浩宇那边交代。苏婉柔，我把话说清楚，我今天把话说清楚，这个钱我不会出，1分都不会。我住院65天，你来过一次，待了10分钟。大嫂卖了房子救我的命，我现在来问我要190万买婚房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苏婉晴，你怎么说话的？
我是你亲妹妹。对，你是我亲妹妹，所以呢，苏婉晴，你别后悔。婉晴，没事吧？嫂子，我没事。你别生气，生气对身体不好。医生说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……嫂子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这3个字，苏婉柔也说了，但从她嘴里和从大嫂嘴里说出来的意思却完全不同。今天婉柔来了。不用管他。可是建明……我说了不用管，190万他也说得出口。你别往心里去。虽然大哥这么说，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没有那么容易过去，因为苏婉柔的背后站着我妈。喂，妈。若兰啊，昨天婉柔去你那儿了？妈，来了，说了几句话就走了。她跟你们说买房的事儿了？说了。那你们是什么意思？妈，是我。婉晴，你身体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那就好，妈也不跟你绕弯子。婉柔的婚事，你到底帮不帮？妈，我帮不了。怎么帮不了？你之前在上海我辞职了，积蓄也花完了，大嫂卖房的钱全用在我的治疗上，现在他们还欠着外债。那也不至于1分钱都拿不出来吧？妈，真拿不出来。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你妹妹结婚是大事，钱浩宇家什么条件你知不知道？他爸在滨江那边有3个建材门店，年入几百万，这门亲事要是黄了，那为什么钱浩宇家不出这190万？他家那么有钱，女方自己买一套婚房，为什么不让他家出？苏婉晴，你这叫什么话？人家男方已经出了一套房了，为什么要找嫁出去的大女儿要？女方这边再有一套，以后你妹妹在那个家才有底气。我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妹妹以后不被人看不起。那我呢？我住院65天，你来过几次？我数过，妈，你来过3次。第一次是送衣服，待了20分钟；第2次是大哥打电话让你来签字，你犹豫了半天才签；第3次是我转出 ICU 那天，你来看了一眼就走了，说家里还要做饭。170万是大嫂卖了房子凑的，你出了多？婉晴，你是老大，帮衬妹妹是应该的。嫂子，你别担心，我已经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明天我想去一趟盛恒。你现在身体能行吗？医生说至少还要静养3个月。我不是去上班，我是去见一个人。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江启明江总，帮我打个电话，就说苏婉晴来了。您稍等。喂，江总，楼下有一位叫做苏婉晴的女士找您。江总。小苏，你瘦了很多，来，进来坐。你身体怎么样了？刚出院1个月，还在恢复。我听说了你的事，当时还想着去医院看你。你家人说你之前在重症监护室，不方便探望。后来你出院，我又出差，这事儿一拖是我不对。江总，我今天不是来叙旧的啊。我有个 U 盘落在了以前的办公桌抽屉里，里面有我个人的资料，我来拿一下。当然可以，不过还有一件事，小苏。什么？城南2期的标下个月就要开了，目前有3家在竞标。我们盛恒的方案，说实话不太行。你走了之后，项目部换了2任经理，都压不住，所以你有没有兴趣回来？什么条件？副总裁，年薪120万，加项目分成。我考虑一下。好，不急。苏婉晴，你想好了没有？你妹妹下周要去看房了，你到底能拿多少？打个电话给你爸说一声，实在拿不出190万，150万也行。这是什么？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方案。这是工作上的东西。你先养身体。嫂子，如果这个方案成了，分红至少200万。200万？可能更多，取决于项目利润。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，但你必须按时吃药，按时复查。好，嫂子你放心吧。喂，江总，我想清楚了，我回来，但不是副总裁。什么意思？我要项目合伙人的身份，方案是我的，我带项目，盛恒出资源和团队，利润分成3期。小苏，你这胃口不小。方案值这个价，你看了就知道。
行，你把方案发过来，我让几个合伙人过目，明天给你答复。小苏，方案几个合伙人都看了，怎么说2个字儿，牛逼。周三来签协议，项目合伙人，利润分成3期，你3我7，另外给你配一个4人的核心团队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你知道这次竞标的对手里有一家叫做鼎盛的吗？听说过。鼎盛背后的老板姓钱。哦，哪个钱？滨江做建材的那个钱家，钱国良。钱国良，钱浩宇的父亲，苏婉柔未来的公公。没想到他家的公司竟然是城南2期竞标的对手，这世界可真小。苏总，确定条款有没有异议？第7条，方案所有权归我个人，如果竞标失败，方案由我带走，已经加进去了。第12条，分红打我个人账户，不通过第三方。没问题。苏婉池，你是？我是钱浩宇。我听婉柔说了买房的事儿，你放心，这钱我来想办法，不会让你为难。不用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，是我和苏婉柔姐妹之间的事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……你要真觉得，就别让你妈提什么女方也要买套房，190万，我们苏家拿得出来吗？苏姐，你误会了，这个提议不是我们。是谁？是婉柔自己提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回来了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婉晴，我来看看你。是我妈让你来的吗？你妈她也是着急，婉柔这婚事定在10月份了，钱家那边催得紧。爸，你自己什么想法？爸的想法不重要。当然重要。爸，你觉得大嫂卖了房救了我的命，然后让我们去帮苏婉柔买190万的婚房，合理吗？那爸走了，你好好养身体。爸，如果有一天我妈逼着我拿钱，你能不能站出来说一句话？别难过，我不难过，我习惯了。毕竟我爸这个人老实巴交了一辈子，家里的一切都是我妈说了算。项目正式启动的第1天，我去盛恒报道，4人核心团队已经到位，数据分析师陈系，招商经理刘洋，设计总监方芷涵，还有一个财务贺文斌，是江启明从总部调过来的。苏总，听说您大病初愈。对，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就是您的身体撑住高强度工作吗？你管好你的模型就行，我的身体我自己管。城南2期商业综合体加高端住宅，总投资预估18个亿，竞标截止日下个月15号。我们的对手有2个，华创和鼎盛。华创不用担心，他们的方案我了解，偏保守。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鼎盛。鼎盛背后是钱家，滨江建材钱国良，他最近2年在往地产和商业转型，挖了不少人。你消息倒是灵通。我朋友在鼎盛做过半年，上个月刚辞职。他说鼎盛管理混乱，但舍得砸钱请外脑。这次竞标，他们京北一家咨询公司做方案，知道是哪家吗？听说是博远。博远，国内排名前5的商业策划公司，这么大手笔，看来钱国兰是真的想赢这个标。靠砸钱砸不出好方案，博远不了解本地市场，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好看，但落不了地。我们的优势在哪里？在我7年的本地经验和你手里的商户资源，城南1期交付后，有37家商户表达过入驻2期的意向。我要你把这个名单更新一遍，带着预签约意向函。竞标凭的不只是方案，还有落地的可行性。我们拿着意向函上去，直接碾压。我明白了。身体确实吃力，但我没有退路。姐，你看这个户型怎么样？3房朝年，客厅开间4.8米。妈说这个好，不对的好，我也觉得好。姐，你是不是在忙？妈说的你考虑的怎么样？190万不行就先拿100万，剩下的慢慢凑。你开口跟嫂子说嘛，嫂子肯定会同意的。嫂子会同意，说的倒是轻巧。竞标前的半个月是最忙的，我每天早出晚归。在竞标前10天出了一件事，刘洋脸色难看的来找我。苏总，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说。城南1期那37家意向商户，我联系了一圈下来，有12家改口了。改口？说暂时不考虑入驻2期。理由呢？理由五花八门，但巧的是，这12家里有8家最近1个月都跟鼎盛方面接触过。哦，看来钱国良在挖我们墙角。那8家商户跟鼎盛接触，具体怎么接触的？据说鼎盛开了很优惠的条件，
前2年免租金，装修补贴50%。资本打法。对。刘洋，你去查一样东西，鼎盛在滨江做过的3个商业项目，商户存活率是多少？这个我问问苏总，我查到了。鼎盛在滨江做的3个项目，商户存活率分别是41%、37%和29%，平均存活率连40%不到。也就是说，鼎开的那些优惠条件是好听，但他们运营能力差，商户进去了是活不下来的。把这个数据整理成报告，替上调研来源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带着这份报告去找那8家改口的商户，一个一个谈，告诉他们，免租金不代表能赚钱，商户要的不是免费入住，是活下去。而盛恒在城南1期的商户存活率是86%。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去办。喂，芷涵，你那个在鼎盛待过的朋友能不能帮我了解一件事？什么事儿？鼎盛内部，钱国良和他大儿子钱浩天之间关系怎么样？这个我帮你问问。姐，周日家庭聚会，妈让我通知你，地点在老地方，6点，你一定要来。行了，说正事儿吧。婉晴，妈知道你刚出院，身体还在恢复，但这件事儿不能拖。婉游10月份的婚期定了，钱家那边已经把他们那套房装修好了，女方这边得有个说法。什么说法？买房的钱你到底能出多少？妈，这个话题上在电话里说过了，我没有钱。姐，你别老说没有，你在盛恒干了7年，年终奖加分红加工资，怎么也攒了几10万吧？攒过，治病花完了。那你现在不是又回盛恒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回盛恒了？听说的。不管你现在在哪儿工作，你是姐姐，帮妹妹是应该的。而且你看小雨条件多好，人也实在，这门亲事成了，对你对我们妈。大嫂卖了房，拿了170万救了我的命。现在他们租在一个40平米的房子里，还欠着30万外债，你知不知道这些？我当然知道，但那是你大哥和若兰之间的事儿。那我帮苏婉丽买房就是我的事儿了。你是她亲姐姐，大嫂也是您儿媳妇。大嫂用全部身家救了我，您让我回过头从她那里拿钱去给苏婉柔买婚房，这句话您自己听着觉得合理吗？苏姐，这事儿不急，我们可以。钱浩宇，你家在滨江有3个建材门店，年入几百万。你爸钱国良还开了鼎盛地产，正在竞标城南2期，你家不缺钱，所以这190万你出。什么？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要嫁入钱家吗？要钱家的人出钱给你买房，天经地义，凭什么找你姐和你嫂子？苏婉晴，你在外人面前说这种话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妈，建明你170万是若兰卖了房子凑的，这个情我记一辈子。我现在每天在工地上干14个小时的活，就是为了早点把债还完，让若兰住上正经房子。所以，谁要是敢在这笔钱上打主意，别怪我翻脸。那顿饭不欢而散，你脸色不太好，先回去吧。婉晴，你刚才说钱国良在竞标城南2期，是真的？是真的。那不是跟你的项目？对，竞争对手。这件事婉柔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过她知道了也没用，生意场上的事儿跟她没关系。大嫂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，但我知道她在担心，如果苏婉柔知道我和钱家存在竞争关系，她会怎么想？不用猜，她一定会觉得我是故意的，故意不帮她，故意跟她作对。毕竟她从来都不会反思，只会觉得姐帮妹妹天经地义，如果不帮，那就是姐姐的错。苏总，我朋友那边回话了，关于钱国良和钱天的关系。哦，说来听听。钱国良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钱浩天，小儿子钱浩宇。钱浩天意在鼎盛帮他爸做事，但钱国良更偏心小儿子。公司的核心业务建材板块，钱国良准备交给钱浩宇，地产板块才是钱浩天在管。钱浩天对这个安排很不满，他觉得自己辛苦做了这么多年，老头子还是把最赚钱的业务给了弟弟。还有，我朋友说，钱浩天私底下说过，如果城南2期的标拿不下来，地产板块亏了钱，他爸可能就会让他退出鼎盛。所以钱浩天对这次争标看得很重，甚至比他爸还重。钱浩天，这是一条可以利用的线。芷涵，帮我约一下钱浩天，就说有人想跟他聊聊。你就是苏婉晴，盛恒的？你好，我是苏婉晴。你找我干嘛？聊聊。聊什么？聊你爸。什么意思？钱浩天，我直说，城南2期的标，鼎盛拿不下来。你凭什么？博远的方案好看，但不落地。你们花大价钱挖走的那些商户，2年存活率不到40%。评审团看的不是 PPT 有多漂亮，是项目能不能盈利。所以你们输定。你约我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？不只是，你在鼎盛做了8年，地产板块是你一手搭起来的，但你爸准备把建材板块交给钱浩宇，把你边缘化。
这些事儿不用你来跟我说。如果这次竞标你输了，你在鼎盛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所以我给你一个选择，离开鼎盛，来盛恒。苏婉晴，你疯了吧？你让我背叛我爸？我不是让你背叛你爸，我是让你选择你自己。你自己清楚，你在鼎盛8年，你爸看到了吗？他准备把好东西给钱浩宇，差的留给你。城南2期输了之后，他会怎么对你？我不会跟你合作。钱浩天，你知道钱浩宇为什么要娶我的妹妹吗？因为是你爸让他娶的。钱国良看中的不是苏婉柔，而是他背后的一条利益链。你想不想知道具体是什么？你别跟我玩这些。你爸最近在跟城头一个负责人走动，那个人姓赵，是城南片区的旧改主管。我妈也姓赵，是这位主管的姐姐。所有人都以为钱家看中的是苏婉柔，但其实钱国良看中的是我妈那个在城头当负责人的弟弟，我的舅舅赵建华。钱国良突然要钱浩义跟苏婉柔结婚，不是因为爱情，也不是门当户对，而是为了通过我妈搭上城头的线。你接着说。我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钱浩天。城南片区旧改总投资规模将近100亿，其中城南2期只是第一块，后面还有3期、4期，而这些规划的审批最关键的人物就是我的舅舅。你爸这是在下一盘大棋，他不只要拿城南2期的标，他是要通过联姻拿到后续所有片区的优先入场券。所以钱浩宇娶苏婉柔是策略。对，你爸用婚姻换资源，而你弟弟心知肚明，甚至是主动参与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主动的？因为他给我打过电话。他主动打给你，表面上是替苏婉柔说好话，实际上是在试探你的态度。他知道你会盛恒了，知道盛恒也在竞标城南2期，所以他在确认一件事，你会不成为他们拿标的障碍。苏婉晴，你想从我这里拿到什么？鼎盛内部的竞标方案。你要我泄露方案？不是泄露，是你自己做选择。这方案有你8年心血，你觉得竞标结束后不管输赢，你爸会怎么对你？你帮我，我帮你。如果盛恒拿下城南2期，那么你来做项目副总，年薪加项目分红不会比你在鼎盛少，甚至你想单飞也行，我可以帮你在江凯明那里拿一笔启动资金。条件就这些？条件就这些。给我2天时间。行，想通了记得联系我。2天后凌晨1点，我收到一封加密邮件，发件人虽然是个匿名邮箱，但附件一份 PPT 和盛集团城南2期的竞标方案，123页。不得不说，博远做的确实专业，但也正如我所料，严重脱离本地实际。明天早上8点开会，全员到。还没睡？马上就睡。药喝了没？放心，喝了。那好，晚安。大嫂，怎么了？等一切结束，我给你买一套真正的大房子。我不要多大的，只要你们都好好的就行。3天后，竞标当天，3家竞标单位依次入场。华创是第一个，评委全程面无表情；第二个是鼎盛，评委也没有太大反应；最后是盛恒，轮到我上台了。你们业态定位偏中低端，利润空间是不是太小了？城南1期的客户日均客流量是对标高端商场的2.3倍，翻台率高，复购率高，租金缴纳98%，在商业地产里，稳定的现金流比高毛利更有价值。你们的团队配置是，以及项目牵头人是谁？我苏婉晴，盛恒集团项目合伙人，城南1期的前项目经理。我听说你之前因病离职了？对，现在回来了。身体状况能保证项目持续推进吗？能 ，ICU 65天都扛过来了，项目工期18个月，不在话下。讲得不错。当然。对了，我爸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知道你跟我见过面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浩宇告诉他的。钱浩宇，他怎么知道我见了钱浩天？难道是苏婉柔告诉钱浩宇的？可又是谁告诉苏婉柔的？你消息传出去了？不是我，是你们公司的人说出去的。难道说盛恒内部有鼎盛的眼线？又或者是你家里人说出去的，你母亲或者你妹妹，毕竟他们跟我弟来往密切，你在盛恒的动向他们可能提过。苏婉晴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不后悔。喂，芷涵，你帮我查一下盛恒内部最近有没有人跟鼎盛或者钱家有过接触，重点查财务贺文斌。竞标结果出来的前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料之中的电话。婉晴啊，舅舅听说你回盛恒了。
我从小到大跟他打交道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，所以当他主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钱国良一定出手了。我回盛恒了。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还行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婉晴，有件事舅舅想跟你说，城南2期的竞标，你们盛恒这次的方案做得很好。谢谢。但是呢，有些事情不是方案好就行。你也知道，项目审批涉及的环节很多，综合评分只是一部分。舅舅，您是想跟我说什么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提醒你一下，做人要会拐弯。你妹妹的婚事也是一门好事嘛，钱家在滨江经营了20多年，根基深，人脉广，你跟他们搞好关系，对你也有好处。舅舅的意思是让我退出竞标？不是退出，是你们可以和鼎盛合作嘛，联合竞标，共同开发。城南2期的竞标规则是单独投标，不接受联合体，这个您比我清楚。那你们可以做分包嘛，方案是你的，但总包给鼎盛，这样。舅舅，城南1期是我做的，那个项目从规划到交付运营，每一个环节我都盯过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城南需要什么，所以这个标我要拿，不是跟钱家过不去，是因为我的方案确实比他们好。婉晴，你舅舅跟你说实话，这个标你不一定拿得下来，评审只占70分，还有30分是综合评议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舅舅，你是在威胁我？我是在帮你。我不需要这种帮，谢谢舅舅。我坐在办公椅上闭眼想了很久，如果赵建华真的在综合评议环节做手脚，盛恒的方案再好也可能翻车。我想了一下午，晚上8点，我给江启明打了电话。江总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竞标可能出现变故。我把赵建华的电话内容原本只说了一遍。江启明听完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。小苏，赵建华是你舅舅，你跟我说这些是？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是盛恒的合伙人，如果因为我的家庭关系导致公司利益受损，我对不起您的信任。还有综合评议的事儿，我建议您提前报备，申请评议环节全程录音留痕。哈哈，你这脑子真不是一般人比得了的。行，我来处理。谢谢江总，那我先挂了。江总。喂，芷涵，贺文斌查到了吗？查到了。怎么回事？贺文斌之前在鼎盛的关联公司做过半年临时财务，他跟钱家的人有旧交。贺文斌知道我在查他吗？看他的态度，应该不知道。行，暂时别打草惊蛇，竞标结果出来之后再处理。好。竞标结果公布日，上午10点，城投大楼官网挂出了公告。我坐在办公室里刷新网页。太好了！赢了！赢了！喂，小苏，漂亮！因为你的提醒，我让人全程监督了综合评议环节，没人敢动手脚，评分组一致给了盛恒最高分。谢谢江总。谢什么？是你自己拿的，我等你过来签正式协议。苏总，你的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谢谢。没事，我还撑得住。喂，嫂子。真的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可以。晚上我给你做最爱吃的红排骨庆祝。好，那我等着吃你做的大餐。姐，你是不是跟钱浩宇家的公司抢了一个什么项目？钱浩宇说他爸特别生气，说你们家出尔反尔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家怎么出尔反尔了？姐，你说话呀！算了，我让妈给你打电话。苏婉晴，你是不是抢了钱家的项目？不是抢，是公开竞标，我们盛恒中标了。你知不知道，因为这件事，钱家那边说要考虑一下跟婉柔的婚事，你妹妹在家里哭了一下午。妈，竞标是商业行为，我的工作跟苏婉柔的婚事没有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钱国良觉得你在故意跟他家作对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如果你退出这个项目，他就不追究，婚事照常。妈，你听清楚了，这个项目是我拿命换来的，你让我为了苏婉柔的婚事退出，为了一个拿婚姻做交易的男人。什么拿婚姻做交易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妈，钱国良让钱浩宇娶苏婉柔，不是因为看上了她，是因为看上了舅舅赵建华手里的成彩资源。这桩婚事从头到尾就是一笔交易。不信你去问舅舅。赵建华前2天还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把项目让给鼎盛。他不是在帮苏婉柔，他是在帮钱国良。我说完这话，电话那头安静了许久。我以为妈会说点什么，愤怒也好，震惊也好，质疑也好，却没想到她说的是，就算是这样，婉柔嫁过去也不吃亏。
钱家有钱。在听到母亲这句话，我忽然清楚地知道了一件事，在我妈心里，苏婉柔的婚事比我的命还重要。苏总，不好了，贺文斌跑了。什么意思？他收拾了东西，半小时前离开了公司，手机关机，人联系不上。走之前他登录过公司的后台，城南2期的完整方案和商户预签名名单全部被拷走。方芷涵在，调监控，确认他拷走了哪些文件，然后通知 IT 封锁他的账户权限，修改所有的后台密码，已经在做了。好，然后帮我联系江总。贺文斌虽然是江启明从总部调过来的，但他之前在鼎盛的关联公司做过半年财务，如今他带着名单跑了，最有可能去的地方只有鼎盛，去找钱国良。方案已经中标，但还没签正式开发协议。如果贺文斌带着内部资料去了鼎盛，钱国良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更改方案细节，提交异议，联系商户返签，甚至拖延签约流程。如果他把资料就提交给城投，以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或涉嫌泄露竞争对手资料为由申请复审，我们中标结果可能被推翻。小苏，事情我知道了，别急。江总，贺文斌那些资料我已经让法务介入，他的劳动合同里有竞业限制和保密协议，他带走的那些东西属于商业机密，如果他交给鼎盛，我们有权追究法律责任。法律追究要时间，但钱国林拖延签约不需要时间。哦，你的意思是先发制人，我们今天就把正式协议签了。城投那边，城投签约流程需要3个工作日，我建议您今天下午就带着材料去城投对接，走加急通道。你那些商户名单，贺文斌拷走了，商户那边会不会出问题？不会，您稍等。刘洋，你今天下午把所有预签约商户的负责人约到盛恒来面签。今天来得及吗？发邀请函，写明签正式入驻意向协议，享受首批入驻商户优先选铺权。来不来由他们。我知道了。喂，江总，贺文斌的事儿我来处理，您先去城投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喂，贺文斌是你安排进来的还是你爸安排进来的？不是我，应该是我爸，但我不确定。我离开鼎盛之后就没再参与他的布局了。现在贺文斌可能在去找你爸的路上。你要我做什么？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只是通知你一下，这场仗还没打完呢。当天下午，3件事几乎同步发生。第一，江启明带着法务团队进了城投大楼，走加急签约通道。第二，刘洋在办公室挨个给商户打电话。第三，我以商业秘密泄露为由对贺文斌进行了报案。当然，报案的好处不仅仅在于能立刻抓人，还在于一旦立案，所有跟贺文斌有过接触的人，包括钱国良，在法律层面都会受到审视。这时候，如果他拿着盛恒内部的资料去城投搞事，那就是明知涉案资料还拿到用，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报完案，我打车回盛恒，车上接到刘洋的电话。苏总，31家商户来了26家，都在等着签协议。好，等我10分钟，我马上到。签约进行得很顺利，这些协议一旦签完，贺文宏拷走的那份名单就没有任何价值了，毕竟商户已经做出选择。苏总，江总那边有消息了，情况如何？城投同意加急通道，正式开发协议后天签。很好，一切都在控制之内。苏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站太久了。你脸色不对，今天什么时候吃的药？我忘了。苏婉晴，吃，现在吃。喂，大嫂。婉晴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药喝了吗？刚喝了，嫂子，我可能晚点到。有多晚？1个小时。好，排骨在锅里热着，你路上慢点。正式签约的那一刻，我想到了大嫂卖掉的那套房子，170万，而城南2期的投资是18个亿，保守估计利润能有3亿，而我的分成比例是30%，我终于能为嫂子做些什么了。苏总，听说你前不久刚经历了一场大病，这次能拿下城南2期，有什么感受？我能站在这里，要感谢一个人，他用全部身家换了我一条命，而现在轮到我来还这个情。那天晚上的新闻，这句话被截了出来，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，苏婉柔大概也没想到，因为当天晚上他就发来语音。苏婉晴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上新闻？你有什么资格上新闻？你抢了浩宇家的项目还上新闻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每一句话都质问，每一句话都没有一个恭喜。我没有回复，而是开始构思城南2期的正式启动事宜。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，钱国良不会善罢甘休。3天后，鼎盛发了一封律师函到盛恒，
律师函的核心意思是，鼎盛认为盛恒在竞标过程中涉嫌窃取鼎盛的商业机密，也就是钱浩天提供的那份方案，要求盛恒做出解释并保留追诉权利。苏总，这是麻烦吗？不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钱浩天给我方案的时候是他自己决定的。他在鼎盛的竞业协议到期了没有？上个月刚到期。那他提供的方案是个人行为，不涉及鼎盛的竞业限制。况且我们盛恒的方案是我自己做的，此前根本不需要鼎盛的方案。钱浩天给我的只是一个参考，用来确认我们的方案是。但他们要是咬住不放，让他们咬，同时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继续纠缠，我们会反诉。毕竟鼎盛安排贺文斌潜入盛恒窃取商业机密，这才是真正的违法行为。贺文斌的案子可是已经立案的。明白了，律师函的事儿刚了过去，鼎盛安静了3天之后就不再追这条线了。或许是他们律师团队做了评估，发现贺文斌的事儿才是真正的法律风险，继续纠缠下去，他们自己反而可能被追责。不过钱国良不蠢，他转了一个方向，而我也开始收到一些奇怪的信号。第一个信号是苏婉柔，她的态度突然从愤怒变成了缓和，微信上发来的语气也不一样了。姐，上次的事是我说话太冲了，对不起。浩宇也说我了，说竞标的是生意，不怪你，我们周末聚一下好不好？就我们俩。态度转变得太快，不像是苏婉柔的风格。第二个信号则是我舅舅赵建华，他打来了电话。婉晴啊，恭喜你拿下城南2期，之前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进，舅舅当时也是着急。不过呢，婉晴啊，有件事儿舅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城南2期后面涉及到一些配套设施的建设，建材采购量非常大，你看能不能优先考虑一下钱家的建材，毕竟都是亲戚。听到这儿，我明白了，建新策略不是跟我对抗，是跟我做生意。他失去了城南2期的开发权，但他想从建材供应端分一杯羹，而他的中间人分别是苏婉柔和赵建华。这一招比律师函高明多了，毕竟如果我答应，钱家能从城南2期获利上千万，而要是我不答应，他们也可以继续通过赵建华在城头制造障碍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把苏婉柔推了出来。如果我拒绝，那么在我妈眼里，我就是既抢了钱家项目，又不愿意跟钱家和解，连亲妹妹的面子都不给。我妈本来就偏心苏婉柔，这等于给了她一个更大的理由来绑架我。钱国良这是在用我的家庭棺材，我得约江启明单独谈谈。建材采购确实是个大头，钱家的建材在滨江有口碑，价格也还行。其实如果只是做个供应商，不行。钱家不是想做供应商，他们是想把手伸进城南2期的供应链里，占据上游。一旦让他们进来，后续3期、4期的建材市场他们也会跟进，这是他们的核心战略。而且，如果把建材给了钱家，跟赵建华之间的利益输送链条就通了，这在城头那边过不了。小苏，你这是把自己的舅舅也卖了？我没卖，我是在保护他。他现在站在悬崖边走路，钱国良推了他一把。如果真出事，倒霉的是赵建华，而不是钱国良。你说的对，那建材怎么解决？公开招标，按市场规则来。钱家想参与也可以，但必须走正规程序，和其他供应商一起竞标。好。回到办公室，我给苏婉柔打了个电话。婚房的事我帮不了190万，但我可以帮你10万，这是我目前能拿得出来的。10万？姐，你逗我呢？不是逗你，是实话。那算了吧，10万能干嘛？10万块对大嫂来说是半年的工资，外耗大哥2个月的工地钱，对苏婉柔来说却是能干嘛？真是可笑。城南2期启动后的第3个月，项目推进到关键阶段，地下室结构封顶，地上主体进入施工，商户预签转正式签约是31家，另外新增了14家，总招商完成率70%，财务数据比预期好得多。按照这个进度，首批上年底前就可以交付。我从大病初愈的人变成了整个项目的核心，每天早上7点到工地，晚上9点回办公室开会，10点半回出租屋。你看起来脸色很差，身体还撑得住吗？大嫂依旧每天等我，但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大嫂的身体也不太好了。凌晨3点半起来做早餐，白天超市理货，晚上还要照顾我。有一天我回来的早，推开门，她躺在沙发上睡着了。我蹲在她面前，想叫她又不忍心，看着她瘦骨嶙峋又疲惫的样子，我暗暗什么？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嫂买房。怎么了？你别哭。项目推进顺利的同时，另一条线上却出了大事。嫂子，浩宇说他爸不同意了，说什么苏家人不好相处，做生意都做到亲戚头上，他要退婚。钱国良让钱浩宇退婚，原因不难猜，他用苏婉柔做筹码，想通过婚姻搭上赵建华的关系。但现在城南2期被盛恒拿下了，建材供应商走了公开招标，赵建华在城头的那点权力也因为纪委监督变得不那么好使了，于是苏婉柔这颗棋子就没用了。婉柔那边，钱国良要弃子。我听到了，他哭得很厉害。你怎么想？说实话，活该。
他一直知道钱家人打的什么主意，钱浩宇每一步做了什么，他不是不清楚。他自己也在配合，帮钱家来找我要建材采购的事儿，就是他出的主意。他觉得自己在帮钱家，钱家就会对他好，但他错了。在钱国良眼里，他只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工具，用完了就扔了。但她是你妹妹，是，所以我提过帮她10万块。那10万块不是帮她买房，是帮她有一天需要自己站起来的时候，手里不至于什么都没有。但她没要，她没要，这是她的选择。第二天，我妈的电话打来了。婉晴，你妹妹的婚事黄了，钱家退婚了。婉柔在家里哭了2天2夜，饭都不吃，你帮帮她吧。妈，我怎么帮她？把钱浩宇绑回来吗？你把那个项目让给钱家不行吗？你让一步。妈已经签约了。妈，你冷静一下想想，钱家退婚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是真心想娶苏婉柔的，他们想要的是舅舅手里的资源，资源拿不到了，自然就不要人了。你觉得一个这样的家庭，苏婉柔嫁过去会幸福吗？可是，妈，你什么时候来看看大嫂？最近她身体不好，很久没有休息过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没回答就挂了。苏婉柔被退婚这件事在亲戚之间传来了，各种版本都有。有人说苏家大女儿抢了钱家的项目导致妹妹被退婚，有人说钱家始乱终弃，也有人说苏婉柔本来就是贪图钱家有钱才搭上的。流言杀人，苏婉柔受不了了。退婚后的第10天，她做了一件事，她发了一篇长文，标题是我姐抢了我未婚夫家的项目，毁了我的婚姻，通篇气血控诉。苏婉晴，那篇文章我看了，具体内容是说我从小到大什么都比她强，工作比她好，收入比她高，生了一场大病，全家人围着转，大嫂卖了房救我，但我康复后第一件事就是跟她未婚夫抢生意，说我是故意的，说我嫉妒她找了个有钱人家，说我见不得她过得好，最后甚至还配了她和钱浩宇的合影、房子户型，还有我签约那天的新闻截图。啥时间这条留言火了，评论区涌入几百条留言骂我。婉晴，你看看这个，嫂子，他有提到过你吗？没有，他全篇只说你和钱家，没有提我和你哥。那就对了，因为提到你就要解释那170万是怎么来的，一旦解释，他的受害者人设就立不住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等什么？等钱浩天给我打电话。什么意思？苏婉柔的长文之所以传播那么快，不只是因为她写的煽情，更是有人在推波助澜。钱国良，没错，他输了竞标，输了律师函，输了建材采购的博弈，但他还有一张牌，舆论。只要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变成嫉妒妹妹婚姻的恶毒姐姐，那么我在行业的口碑就会受损，城南2期的合作伙伴和商户也可能动摇。这是一场精准的舆论狙击，而苏婉柔不管自愿还是不自愿，都成了钱国良手里的枪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是我爸安排的，他找了一个做自媒体营销的团队，花了12万，把你妹妹那篇文章推上了本地热搜第3。12万，比给苏婉柔买婚房便宜多了。苏婉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开一场发布会。什么？城南2期的项目进度发布会，正好3个月起点了，该向公众通报一下进度和招商情况。你要在发布会上回应那篇文章？不，我什么都不回应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发布会定在3天后。苏总，现在网上关于您和您妹妹的事儿闹得很大，我们发布会的主题是不是要避？不用。但是记者如果现场提问，让他们问。我已经让公关部发邀请函时，在媒体名单加了3家自媒体，其中一家就是钱国良花钱推热搜的那家，打蛇要打7寸。比起无意义的解释，我更喜欢干净利落的解决。苏总，最近网上有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关注，是您的妹妹苏婉柔发的，说您抢了她未婚夫家的项目，导致她被退婚，请问您怎么看？这个问题跟城南2期的项目进度无关，但公众有知情权。好，那我说2个事实。第一，城南2期的正标是公开、透明、合法的流程，评审全程有监督，中标也是评审组一致评分，不存在谁抢谁的项目。第二，我个人的家庭事务和生意决策无关，我没有义务在公共场合讨论私人生活。但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北京，我把贺文斌的立案调查以及盛恒买自媒体的截图现场公开，那个自媒体记者的脸色顿时变了。各位记者朋友，在座的有一家自媒体接了鼎盛集团12万块的推广费，帮忙把我妹妹那篇文章推上热搜。那篇文里只有她的委屈，没有全部的事实。而事实是，今年3月，我因肾衰竭住进 ICU 65天，我大嫂卖了她的婚房，凑了170万救我。出院后，我妹妹却找我要190万买婚房。
他的未婚夫钱浩宇的父亲钱国良用这桩婚事做筹码，试图通过我的家庭关系打通程道的审批通道，拿下城南二期。最终他没有得逞，于是竞标失败后，他先派人潜入盛恒窃取商业机密，又发律师函恐吓，又试图通过中间人要求我把建材采购权让给他家，全部被我拒绝。最后他决定花12万块钱找营销号，利用我妹妹的文章做了一场舆论攻击，这就是全部的真相。发布会的内容当天下午就在本地全网铺开了，这次不需要花12万推广，真相自己会传播。苏婉柔那篇长文下面的评论风向彻底逆转，而大嫂也被推上了热评。有人扒出大嫂在早餐店打工的照片，照片里大嫂围裙满头是汗，配文是有些人卖房救命都不犹豫，有些人要190万买房还嫌少，转发几千条。我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说过一句话。别哭了嫂子，我没事，就是有人看到了。有人看到了。隔了一天，我妈打来电话，这次她的语气完全不同了。婉晴，你妹妹在家不出门，手机也不看了。你发布会上说的那些都是真的？都是真的。钱家真的是……妈，从一开始就是，你只是不愿意相信。妈对不起你，妈一直想着帮婉柔，从来没想到……妈现在说这些没用。苏婉柔的婚事黄了，对她来说不是坏事，但她需要想清楚，自己以后要怎么过。190万的房子买不了，那就先租房，10万块我出帮他过渡这段时间，但以后的路自己走。可他不肯要你的10万块，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可是婉晴，爸，你做的对。爸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短短4个字，我等了整整30年。在看什么？在看我妹妹的新闻，从 ICU 到签约厂，女项目经理的逆袭之路，我妹妹真厉害。那你还看到一条评论没？那条？这条。看完才知道，苏婉晴身后站着的是她的大哥和大嫂，没有他们就没有苏婉晴的今天。我可什么都没做，全是你大嫂的功劳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吃饭吧。喂，江总。小苏啊，分红已经打到你账户了，你自己看看吧。好的，谢谢江总。那2期全部交付的本分红预估在9000万左右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给大哥大嫂买房子了。阳台不错，很宽敞，适合大嫂种花。行，就这套吧。这是哪儿？好漂亮。你家。婉晴，你说什么？嫂子，180平，城东，全款，你和大哥的名字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？我不是为了房子才……嫂子，我知道。这个阳台真大，可以种花。种什么花？你喜欢种什么我就种什么。婉柔，你怎么知道这个地址？妈告诉我的。快进来。挺大的。嫂子，我今天来是想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让你们拿买房的钱，我当时脑子不清楚。我脑子是清楚的，我就是觉得我是苏家的人，你们理所应当就该帮我，但其实没有什么理所应当。嫂子，你卖房的事儿我之前没当回事，我那个时候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婚事，那个帖子的事儿也不全是钱家让我发的，有一部分是他们推的，但那个帖子是我自己写的。那个时候我恨姐，恨他为什么要抢钱家的项目，我觉得他是故意的。但后果发布会上公布的那些东西，关于钱家花了12万推了我的帖子，关于他们安插人窃取商业机密，我才知道我从头到尾就是一颗棋子。钱浩宇从来没有真心想要娶我，嫂子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婉柔，这话你应该对你姐说。你该求原谅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姐。姐姐，说完了，还有一句没说。什么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钱浩宇娶你是为了搭上赵建华的关系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是装不知道，我是不是？是，浩宇说过，说他爸看中了舅舅的关系，但他说感情可以慢慢培养，时间久了就是真的了，我信了。苏婉柔，你今年26岁，妈什么都给你最好的。最好的学校，最多的零花钱，最多的关注，所以你一直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围着你转。你信钱浩宇，不是因为他说的多好听，是因为你习惯了被捧着的感觉，你无法接受一段关系里你不是被优先的那个人，这才是你的问题。姐，你来道歉，但接受不等于既往不咎。你那篇长文所有看到的人都记得，你对我的名誉造成的伤害不是一句对不起能抹掉的。你以后要做的不是说对不起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你真的变了，否则对不起就是3个字而已。
姐，那10万块我还能要吗？可以。我不买房了，我想去学个技能，考个证什么的，再找份工作。终于说了句像样的话。又过了2个月，城南2期首批商募提前交付，开业当天测流量高达12000人，这个数字在整个南新的社区商业体里排名前3。苏婉晴，你这个人做项目跟打仗似的，每一步都往死里整。不往死里怎么行？我真的在鬼门关走过一回。不用给大家定在飞场做什么。苏总，苏婉晴，钱总，做得不错，多谢。我大儿子跟你在一起做事？是，他现在是盛恒城南2期的项目副总。他在我这里8年，我想给他的他不要，跑到你这里来了。钱总，他想要的不是地位，是你的认可。浩宇那个事儿，我管教不严，这孩子不成器。钱国良走后不久，另一个消息传来了，赵建华被调查了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他在城南片区旧改中收受好处被发现，涉案金额不大，但性质恶劣。婉晴，你舅舅出事了。我知道。是你举报的？不是，纪委在监督竞标流程的时候自己查到的。可如果不是你当时要求纪委全程监督，那是对所有参与方的监督，不是针对舅舅。舅舅如果没问题，监督对他毫无不良影响。他出事是因为他本身就有问题。妈，从今以后我们家里不要再靠关系走捷径了。你看看苏婉柔的婚事，如果不是想靠舅舅的关系搭上钱家，他会被人当棋子用吗？舅舅也是，他如果不跟钱国良搅在一起，不会出这些事儿。婉晴，妈从来没有觉得你做的事是对的，但现在妈明白了，你是对的。你来看看大嫂吧，她最近身体不太好。好。周末我妈和我爸来新房子了。这房子，大哥大嫂的。若兰，妈，若兰，对不起你。你卖了房子救我闺女的命，妈什么都没做，妈连像样的谢都没有说过。妈，都过去了，人在就好。好了好了，别站在客厅了，都来吃饭吧。经历退婚后，苏婉柔终于懂事起来。听母亲说，她最近正在备考会计从业资格证。她每周给大嫂发一条微信问候，偶尔给我发一条。小苏，你看看这个。小苏，想什么呢？想一个人。谁？我嫂子。妹，工地上说下月发奖金，我想请假2天带若兰出去走走。出去？去哪儿？你不是一直想去看海？不用花那个钱。嫂子，你和大哥去，机票我出。不用，婉晴，你的今天的分红下来了。分了多少？够我们这辈子都不用发愁的。妹，到底多少？1个亿。1个亿！1亿1100万，这只是第1年，后面还会有。那你更好好吃药和按时复查了，不然有这么多的钱，你要是身体出问题了怎么办？好，大嫂，我答应你，按时吃药，按时复查，一辈子。